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马教授。为了回应很多小伙伴的问题，在今天这期视频当中，马教授就要从实际操作入手，谈谈如何使用 ND 滤镜，使用 ND 滤镜的技巧、注意事项，以及如何选购一个合适你的 ND 滤镜。在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，所谓 ND 滤镜是一块可以减少镜头通光量的滤镜，可以理解成是你镜头的一块墨镜。ND 滤镜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在不改变背景虚化的同时，达到合适的运动模糊效果。因为当我们拍摄视频的时候，你的快门速度或是快门角度应该遵循180度快门角原则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拍摄视频的时候，快门速度应该设置为帧率的2倍分之1秒。比如说你拍摄24帧的视频时，你的快门速度应该设置为48分之1秒，或者是更为常见的50分之1秒。如果快门速度超过了帧率2倍，动作就会变得不连贯，表现在画面上就会让观众感到不自然，不符合视觉暂留的直觉。所以一块 ND 滤镜是我们在户外或者是高亮度环境下拍摄视频的必备配件。知道了基础知识，那么如何在实际拍摄中使用 ND 滤镜呢？在我们拍摄视频之前，当然是要把兼容的滤镜先装在镜头上，因为我们已经确定需要拍摄的帧率是24帧，所以很简单的把快门速度设置为50分之1秒。因为我们在室外有充足的亮度，所以感光度也就调到最低，来保证画面的纯净度。好，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曝光3要素中的2大变量已经被我们锁定了，唯一剩下的一项就是光圈值。如果我们没有 ND 滤镜，为了使画面不过曝，我们只能把光圈缩到最小，而这样设置就意味着你放弃了非常漂亮的前景深，所以这时候就需要 ND 滤镜来减少镜头的通光量。因为我现在想要最大的突出人物主体，所以就把光圈开到 f2.8。确定完了曝光三角之后，这时候画面可能还会有一点过曝或者是欠曝。如果你使用的是像我一样的可变 ND 滤镜，就只需要前后扭动滤镜调到你想要的曝光就完成了。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不可变的固定 ND 滤镜，就可以根据滤镜上的档位标识来选择。我会把一张 ND 滤镜快门速度的换算表放在屏幕上，每减一档光，镜头的通光量减少为原来的1/2。一般在室外拍摄视频的时候，建议2档到6档的 ND 滤镜就足够了。我个人使用的是 1.5 档到5档的可变 ND 滤镜。接下来马教授要讲一讲 ND 滤镜的使用技巧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。我会着重分享针对视频拍摄的点。如果同学们想要我针对摄影做一期 ND 滤镜的技巧，欢迎在弹幕中打1。首先要注意的点就是，当我们在使用 ND 滤镜进行曝光的时候，要保证感光度已经调到了最低，再去使用 ND 滤镜进行调整。不要开着12800的感光度，然后用着6档的 ND 滤镜说今天的太阳怎么那么大。第二点，如果你想要偏振镜，也就是 CPL 和 ND 滤镜同时使用的话，要保证偏振镜是装在 ND 滤镜的上方，如果装反了，偏振镜是没有效果的。第三点，因为 ND 滤镜减少通光量的特性，使得我们可以在高亮度场景使用慢速快门，达到创作上例如强化运动感、表现时间快速流逝、创造意境的目的。第四点技巧，配合 ND 滤镜后，可以通过缩小光圈到 f16左右，来给像太阳、灯这样的点光源创造出非常漂亮出彩的星芒效果。第五点注意事项，要避免叠加使用多个滤镜，不仅是因为画面锐度会下降比较严重，还会大幅提高偏色眩光的出现概率。好，那么知道了 ND 滤镜的几个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，是不是同学们就想跃跃欲试，入手一块了？但是千万别着急，请先看完我的选购建议。市面上最常见的 ND 滤镜可以分为以下3种：圆形固定减光镜，优点是价格较低，体积小巧，便于携带；缺点是滤镜尺寸必须匹配镜头的口径，以及只有固定的减光档位。方形固定减光镜需要先装载滤镜支架，再往支架上安装滤镜。优点是一块滤镜可以给所有镜头使用，缺点主要是价格略高，重量和体积都偏大。最后一种也是我最推荐的圆形可变减光镜。可变减光镜可以通过扭动镜片对减光大小的档位进行调整，同时体积也非常的小，非常适用于小型团队和个人创作者。缺点是滤镜尺寸必须要和镜头口径相同。知道了 ND 滤镜的常见种类，接下来就是选购 ND 滤镜的一些建议。首先最重要的一条购买建议就是，千万不要在 ND 滤镜上省钱，不好的 ND 滤镜会在你拍摄时、拍摄后产生非常多的问题。第二条，滤镜尺寸的选择。如果你只想要购买一个滤镜，那么直接购买你最大口径镜头的尺寸，之后可以通过购买非常便宜的转接环来给你更小口径的镜头使用。如果你很烦，再装一个转接环，也可以根据你最常使用镜头的口径来购买。第三条，选择档位。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选择档位，在这里我给一个参考。室外拍摄视频的话，给大家推荐的档位是2档
档到6档的 ND 滤镜，而我个人而言，使用最多档位是2档到4档的 ND 滤镜。第4条，偏色。通常可调 ND 滤镜的材料是由2片无色光学玻璃加上偏振膜组成，因为偏振膜对于光的各个波段透光率不一样，对于黄色以后的光波透光率会相对高一点，所以偏振镜通常会产生偏黄的偏色。如果滤镜品牌有在镀膜上采用特殊工艺，或者在滤镜玻璃上采用特殊的材料，就可以起到吸收和过滤部分波长的光的作用，这样就可以保证色彩不会偏离太多，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。当然，完美不偏色的滤镜目前是不存在的。第5条，镀膜。就拿我现在使用的奈斯可变 ND 举例，这个滤镜上有一层减反射膜，它的主要功能是提高镜头的透光率，能够有效避免鬼影眩光的产生。同样也有很常见的防水膜，防水指的是滤镜的疏水作用，例如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情况，滤镜的疏水层可以有效的减少水滴和灰尘的残留，对于抗划伤性和清理的效率也有一定的提升。第6条，十字纹。因为可变 ND 滤镜通常是由2片偏振镜叠加组合而成，在一定角度上必定形成烦人的十字纹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不必质疑产品有问题，只要在你按下快门前就能检查好拍摄的画面，十字纹对实际拍摄影响不大。而市面上所谓无十字纹的 ND 滤镜，也只是加了显微器挡住了滤镜能够旋转的角度，优点是能够在拍摄前少一个需要检查的点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满满的知识点，非常感谢能够看到这里的同学，请在弹幕中打1，你们都是真正热爱学习的人。如果同学们有 ND 滤镜相关的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很乐意帮助到您。但是请别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在这里你能找到关于视频制作、摄影、器材评测、后期剪辑、软件技巧相关的高质量教学影片。最后，请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转发这个视频，您的支持对于我的个人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是你们的马教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